Hello，大家好，我是 Iv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很久很久都没有给大家录视频，真的实在是太忙了。其实周末应该是有时间的，可是我最近迷上了打游戏，平时工作就太忙了，也只能周末打打游戏，所以就把录视频的事情丢到了一边。今天是大年30，明天我给自己放了个假，所以明天有时间剪视频，而且我也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能沉迷在游戏当中。所以终于闲下来给大家做一个视频。在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是牛年的第一天了。在过去的鼠年里，让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学习画画。在去年我所有的视频当中，我讲画画的那一集，点赞数、评论数都是最高的，所以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欣喜。我上一支画画的视频说过，等我自己能够创作的时候，我应该再出一期视频。实际上我在封面里放的那一张热干面的图，已经是去年10月份就自己创作了，但是一直都觉得好像没有干货给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新年，在给大家拜年的时候，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画画中学到的小技巧，顺便也谈论一下我在 B 站看到的一些我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些现象。我记得在上一次讲画画的视频当中就说过，我很喜欢 Procreate 水彩画的处理方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是在学习水彩。最喜欢的一个老师叫 Kevin Studio，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跟着他画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很有趣的小技巧。我在搜索中文的绘画教学时，并没有发现很多他这样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推荐的。懂英文可以上油管的朋友可以戳下面的链接，他的教学很仔细又很简单，而且你能学到很多技巧。没有不懂英文也没法上油管的，其实 B 站上也有一些他视频的翻译，就是带字幕的。这个时候我就要提一下我看到的我觉得很不好的现象。最可恶的一个转发的人，我必须要提他的名字，叫万物可绘。是的，我承认他可能做了字幕，他有投入，他翻译了 Kevin 几乎所有的油管视频。可是让我很生气的是，他根本就不是原创，他只是加了字幕，他居然在 B 站上号称自己是原创。其实我以前也不太知道如何分辨你是原创还是转载，但后来我知道，根据投币，如果你只能投一个币，就说明它是转载；投2个币就代表是原创。他居然不知廉耻的放了那个视频叫做自己的原创，这还不是让我觉得最让我受不了的。我可以非常诚实的说，我在 B 站上甚至投诉了他，但是好像没有人管。为什么呢？他居然在淘宝上卖 Kevin 的原创笔刷，这可是犯法的呀。Kevin 的一支笔刷，因为我没有买，好像是15刀，我相信他在淘宝上卖的价格肯定要比这个低。但是如果他是15刀买的，他人民币15块钱卖，他卖给7个人，他就把他自己买的这个笔刷钱赚过来了。我相信，我没有看他淘宝的记录，可是他怎么能把别人的原创笔刷他自己买了或者他自己下载了之后，直接在自己的淘宝店里卖呢？就算是中国因为禁止了油管，有些从油管上搬了，以便不能翻墙的同学们能够看到，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赚钱，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盗取别人的知识产权啊。另外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合法搬运，叫汪汪压黑，我都会把这些信息放在下面的信息栏。它就很好，他就做的是很清楚的说这是转载油管，他只是加了自己的字幕，也没有以原创的方式上传，更没有卖笔刷。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Procreate 水彩，所以我就特别搜索了一下，我相信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在油管上盗取别人的原创视频，然后在 B 站上加个字幕，还以自己的原创来发。更过分的是卖别人的笔刷，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的让人不能接受。如果我自己创造了笔刷，我愿意给人分享，那是一回事。如果我创造了笔刷，我已经说了这是版权所有，而且我已经在其他的平台上以合法的形式在卖的时候，你就不能直接盗取别人的创作，以此来为自己谋利。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的不耻。所以就随便讲讲我自己在国内的一些 Procreate 的创作里头发现的问题。我去年也加入了微博的 Procreate 超话，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欣喜，有很多人分享免费的笔刷呀，我当时是下载了很多。可是在我不断的在油管上搜索一些
绘画视频的时候，我发现有些笔刷我当时免费下载的和那些老师用的非常的相像，所以我不敢确定那些人是不是买了别人的笔刷进行了一点点调整，甚至没有调整就直接在微博上说是免费的笔刷给大家下载。实际上在Procreate 相关的一些网站里头，你也可以看到真正的是免费的笔刷。而且你如果经常跟的一些老师，就比如说我前一个视频里头就提过的 Art with Flow， 他经常会有一些免费的笔刷放出，只要你跟着他的视频，那样都是合法的，何必需要就这样把别人在卖的一些笔刷以免费的形式给其他人分享？我觉得这种行为不是特别的好，也许并不是为这个人谋利，但他可能是有其他的某些利益要求，不得而知。就我刚才说的那个 Art with Flow， 我在Procreate 超话里头看到了一个卖课程的人，他写的是他自己的原创课程，可是他有很多绘画，我觉得都和 Art with Flow 非常的像。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个微博 ID 是什么了。就比如说我放一张图，就是我跟着 Art with Flow 画这张钻石，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在他的那个课程表里头就看到了，不管是配色还是形状，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钻石，还有一些 Art with Flow 的一些风景画，整个表现形式都非常的像。他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把别人已经在油管上当做免费视频做的东西，在微博上说要参加他的课程，只是因为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就造成了他的盈利。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为创作付出了精力和时间的人。可是如何能杜绝呢？我也不知道。全世界都有这种盗用的行为，也不是说仅中国才有。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尊重知识产权，因为你现在不尊重，等你自己某一天成了一个受害者，当你自己也在做一些知识产权，比如说你是一个音乐人，你是一个写小说的，有人偷袭抄袭你的创作的时候，你就知道知识产权对你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你可能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消费者，哪里便宜就哪里有。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以这样的想法，那以后对于创作大家就没有了兴趣，那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欣赏到更好的绘画、更好的音乐和更有深度的电影。其实这个话题可以说很多，甚至是最近人人网被封的，我相信在国内我也看了很多评论，大家都对他表示非常的惋惜。我也必须要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人人上下载过或者是看过他们出的视频，也对那些刚开始对影视很有热情，基于奉献做出字幕的那批人，但是当之后变得越来越功利，都是用非法的途径盗用其他公司的影视资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用更理性的方式来看待。当然我知道这样说有一点凡尔赛，毕竟在国外的生活的我可以买 Netflix 的 subscription， 可以在 Google 上租赁任何的电影，可是在国内的小伙伴们离开了人人，可能你就很少有正常的途径接收到一些被国内禁止的美剧、英剧、日剧什么的，好吧？今天是要讲画画，不是要讲版权，但是我只想说，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识。就像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不管是背景音乐、应用的图片，在你在用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这个东西你适不适用，你有没有资格用。其实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意识。我记得我在新加坡读书，我们上英语课，虽然我的托福分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从中国大陆过去的，或者是那些英语为非母语国家的同学在新加坡读书，还是要上英语课。我们上的英语课并不是说什么语法啊、读音，他讲的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引用其他的文件，就叫英文就是 referencing， 就是说你在写任何的，不管是 PPT 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小的一篇答卷的时候，如果你写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观念，而是你从哪本书或者是哪篇论文或者是哪篇报纸上读到的这些东西，你全部都是要有引用的出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育，也许有，现在有，至少80后的教育，我们从来没有说你写个什么东西，甚至有时候你抄写，我们都觉得是很正常的，更别谈我记得我们在做
政治很多有些观点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我们从哪些报章或哪些，我们也从来没有说是引用或者是要出处说这个观点并不是我的，而是我从哪里听到的。但是我在新加坡学习英语课，第一节课就是告诉我们，首先你就要想到什么是知识产权，你用的时候你必须要提醒自己这些东西不是你的，你就要把它提出出处。如果你是因为封面点进来看这篇视频的话，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如何创作热干面这幅图，会把图放在这里。我会现在更放一幅 referencing， 就是我在网上搜热干面的时候，在 Google 上出现的一张图。你也可以看到我画的热干面是受这张图的启发，但毕竟和它不是很一样，所以我就用这张图为基准，创作了我自己的第一幅原创图。当时是90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点想家，而且也知道回国有一点遥遥无期。虽然我在国外待了这么久，每年都会回家，最长的时间也就是11个月左右，一定要回一次家。可是因为疫情，我是真的当时就觉得我2020年能够回武汉的希望非常的小，突然就有了一种想家的感觉，所以就决定画一幅跟家乡有关的图，所以就想到了热干面。还是选用了我自己最熟悉的绘画方式 Procreate 水彩。因为是第一次原创，我必须说我当时在画的时候有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满意，但是能够把整幅图画下来，从去年6月份才开始学画画的人，我自己觉得已经是相当的满足了。然后12月底我又创作了一幅这个图，这个也不算是怎么说，虽然是我自己的创作，但是我会放一幅另外的图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我是受了这幅图的启发，创造了我现在的这幅图。如果有看我其他的视频，可能知道我每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跑1000公里，所以我就想把我2016年中我开始定下这个目标的时候的一路走过来的历程心历就画在这幅图里头。而且看到这幅图上，比如说这双鞋是我自己穿了好多年的 Brooks 的 Addiction 系列，所以我都把我自己的一些小细节加在了这一幅画当中。所以我觉得画画给人的一个满足感，就是你可以真的是随自己的想法去创作，然后在你自己的创作中加上你自己的小巧思。在接下来的一段视频当中，我会告诉你我画水彩画的2种不同的方式。我最开始学的是在一个图层再叠加一个图层，在那个叠加的图层上进行提亮或者是打暗。但是自从我跟着 Kevin 学画画之后，他的这个方式就是不用添加很多的图层，所有的方式都是在一个图层当中进行的。我把这2种方式都放在以下的视频当中，希望我的怎么说不太专业的解说能给你一些画画的启发。今天是大年30，我就画一个可以装饰家里的摆设，很像中国的那种怎么说富裕花吧。我今天会展示2种画水彩画的方式。这幅图是根据 Every Tuesday 的一个教学绘画启发来的，但是我想展示的是用他的方法画和用另外一个我学到的方法，是从 Kevin Studio 的方式画，希望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启示吧。其实2种画的第一步都是一样的。首先我要选一个水彩笔，我经常都是用这个瓶子，大概是就选一个比较黑的颜色，笔刷有点大。我一般会进行一下涂抹，就让它会比较均匀。其实都是画的比较简单，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专业的，只是想给大家一些启示不同画画的方法。这个杆子的话，我就用这种浅的棕色吧。感觉这个笔刷好像这个笔刷吧，觉得这个图层应该在瓶子的下面。好，我会用一个这种，对，涂的有点深。好，基本上这幅画就快画完了。其实你要是不改，这样也是可以，但是我们画画是需要讲究一些细节的嘛，对吧？现在我就把这3个组一个 group， 然后把它 duplicate， 然后把它 flatten，
再把它 duplicate， 算了，把它缩小，或者是把它移到这边，好吧，不用把它缩小 ，duplicate， 把它移到这边来。现在我就要告诉大家2种完全不同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画左边的。我们首先用第一种方式，就在原图上叠加新的层次，让它有暗部和亮部。怎么说呢？我们假设光是从右边的方向打过来，那右边的部分就会有高光的部分。首先，我们就来高光，用这个笔刷白色的，我们可以在这边涂一些白颜色的，这样看起来似乎有点突兀，对不对？但是我们一会儿把它涂抹了之后，就应该不会怎么突兀了。怎么涂抹呢？就是把这个颜色和周围的融合，让它不至就和你平时化妆一样，你画个高光，你不能让它就很突兀的在你脸上嘛，它应该跟旁边的颜色有一些融合。如果你要觉得这个还不够亮，那我们再叠加一层，还是用白色，把透明度调高一点，这样是不是就更白一些了呢？还是要涂抹，让这个颜色晕开，这样就亮了，是不是？相反的，这边亮了，那这边就应该暗，对不对？那我们就加黑，把颜色加深，也要涂抹。你可以 put mask， 觉得加的不够深，加黑一点，感觉还是不够黑，感觉还是不够黑，再加一层。感觉是不是加黑了一点呢？同样的，这边的光是从这边打过来，所以这边应该都亮一点，所以我们就会加一点比较白的颜色。看，加一点白色，是不是颜色就会不一样了？然后呢，在下半部分就颜色加深一点，让这个颜色加深一点，是不是太深了？深了吧，好，差不多这幅图就这样了。我的水平实在是很一般。下面呢，我要教一个是我自己平时比较喜欢，你就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图层，你就直接在这一层里头就可以做到。是如何做到呢？还是假设光是从右边打过来，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这个 selection， 就是选择。我们选择 freehand， 就是自由选择，因为光你现在想把这边的地方提亮嘛。就会选一个形状出来，把它扩展一下，然后你到这个调整里头选择亮度，选择整个，就把这个亮度提高。你看你刚才选的那边就直接提亮了吧？你要是觉得它太亮了，就可以大概70%左右。你看这样就直接亮了，是不是比刚才涂的感觉还更均匀一些？同样的，你要选择暗部。也同样的把它羽化，亮度，把颜色调低，调到30%，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越来越深了？如果你对这个不是特别满意，你还想让它更多一些变化，这也是我跟的那个 Kevin Studio 经常会讲的，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里头随便的选一些，这可能选的太大了，重来，羽化一下，你可以把颜色。比如说 saturation， 你可以调一下，让这个颜色变得，就让这个画不会那么死，就会生动一些。你可以把颜色选一下，变换一下，因为本身就选的颜色很深，所以变化不会特别大。好了，你看这就感觉是有一些变化。同样的，你是想让那个花的这个某一部分比较亮嘛？我们同样的光是从这边打过来，我们需要把亮的地方勾勒出来 ，feather it out。你不想让它这个过渡变得那么不太生硬，调亮。到70%的时候感觉有点荧光，你可以调到60%，但是把那个饱和度降低，就不会那么的荧光。你看这边就亮了吧？同样的，还可以把 hue 好，你们可以自己慢慢试，但是现在开始告诉在同样图层里头加暗部。都是我们想要加暗的地方嘛。变，太暗，变暗。你可以把颜色也调一下，对，调到比较红一点，饱和度。
这样是不是就有变化了？你看这2幅图，你可以画的差不多，但是完全一个是有很多个图层，一个是在一个图层里头画的。好啦，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点小技巧，希望对你们有用。你们对以上的这段视频觉得有意思吗？如果你们觉得有意思，请点赞，我会继续分享一些我画画的经验。2021年一定要比2020年好，牛年一定要比鼠年好。但如果你能够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当中学到一项新的技能，就比如说我去年学到画画，也许是件更让人快乐的事情。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谢谢你们的收看，拜拜。